你没听错，写出《红楼梦》的那个人死在除夕夜里。那晚北京城鞭炮震天，家家户户围着火炉吃团圆饭。他躺在西山脚下的一间茅草屋里，气息微弱，身边只有妻子一个人，家里穷得买不出一口棺材。他死了，48岁。书还没有写完，可你若回到48年前，会看见另一幅画面。江宁织造府的灯笼挂满长廊，康熙皇帝亲自为一个婴孩赐名，满朝文武前来道贺。那个孩子就是曹雪芹。从皇帝的掌心到除夕的雪地，从锦衣玉食到无钱下葬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别急，我们慢慢讲。你先躺好，把被子拉到下巴，关掉多余的灯，闭上眼睛也没关系。故事很长，也很轻，你听着听着，说不定就睡着了。1715年农历4月26，曹雪芹出生在南京的江宁织造府。他是个遗腹子，父亲曹浑在他出生前3个月病逝，母亲马氏怀着他在灵堂里流过多少泪，没人知道。当家的是他的叔父曹府。曹府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，奏折里说，嫂嫂马氏已怀孕7个月，若能生下一个男孩，便是曹家万幸。那一年南京雨水很好，孩子满月后没几天，天上又落下一场大雨。曹府再次写信进京，说连日时雨，四野沾足。康熙皇帝很高兴，他亲自为这个婴儿赐名，名是一个沾字，沾就是蒙受恩泽的意思。你看，这孩子从名字开始就和皇恩绑在了一起。当时他并不知道，这个名字既是皇冠，也是锁链。许多年以后，他会在一本书里反复追问，那些靠恩宠换来的繁华，到底算不算真的属于自己？曹家的富贵，寻常人家想象不到。应该说，整个江南找不出第二户。曹家3代4人主持江宁织造，前后长达58年。江宁织造是什么地方？是专门替皇家督办绸缎的衙门，更是替皇帝盯着江南的耳目。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奶妈，他的祖父曹寅从小就是康熙的伴读，两人一起长大，感情胜过亲兄弟。康熙皇帝6次南巡，4次住在曹家，每一次接驾都是泼天的排场，银子像河水一样流出去，没人敢说一个不字。曹雪芹出生那天起，过的就是神仙日子。他不用自己穿衣服，不用自己端碗，甚至脚都不用沾地。府里有奶妈，有丫鬟，有小厮，光是给他做饭的厨子就有10几个。他住在织造府的西园里，那里有假山，有荷塘，有回廊。春天荷花开满池塘，秋天梧桐叶落满台阶。他从小摸的是金石，翻的是诗书，看的是名画，听的是丝竹。祖父曹寅是有名的藏书家，家里藏书几10万卷，如今流传天下的《全唐诗》，就是曹寅主持编定的。曹雪芹在书堆里长大，可他最喜欢的不是4书5经，而是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，那些被长辈叫做闲书的戏曲小说。他躲在花丛后面读，躲在帐子里读，读到开心处一个人傻笑，读到伤心处又偷偷抹泪。他姑姑嫁给了平郡王讷尔苏，表兄福鹏后来成了乾隆皇帝的伴读。你看，这家人上通皇权，下连文坛。曹雪芹小时候甚至见过康熙皇帝一面，他看见祖父如何躬身迎接那位天下最尊贵的人，他也看见满府的人如何屏住呼吸。那时他以为全世界都该是这个样子，那时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。当时他并不知道，他所有的富贵都系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个人一闭眼，曹家的天就要塌了。
1722年12月20日，康熙皇帝病逝于北京畅春园。消息传到南京，正是深冬。7岁的曹雪芹在院子里放风筝，风筝很高，他的笑声也很高。忽然，他看见大人们从屋里跑出来，脸上是他从没见过的惊恐，没人说话。满府死一样静，曹雪芹手里的线不知什么时候断了，风筝摇摇晃晃，落到远处的屋顶上，他愣住了。他隐隐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离开。3天后，他才真正明白，那种离开叫做靠山倒。雍正皇帝登基以后，天下的风向就变了。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，清查各省钱粮亏空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康熙晚年官场已经松散得厉害，官员挪用公款几乎成了惯例，曹家也不例外。4次接驾，花了天文数字的银子，这些银子从哪里来？只能从国库挪。康熙在时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雍正却绝不容忍。更要命的是曹家的身份，他们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，说白了，是皇家的家奴。所有的富贵都来自皇帝的恩宠，皇帝喜欢你，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皇帝厌了你，你连路边的狗都不如。这样的富贵看着风光，实际上薄得像一层纸。雍正很快把矛头对准了曹家，他在曹府的奏折上写下严厉的朱批，今天骂他行为不端，明天骂他办事糊涂，有一次甚至直接骂他是个废物。曹府吓得夜夜难眠，他把全部希望都压在侄子曹雪芹身上。他对曹雪芹说，只有考上科举才能重振门楣。于是8岁的曹雪芹被关进书房，每天背4书，背5经，练八股文，稍不用心就是一顿打骂。可曹雪芹天生不是这块料，他最恨八股文，那些题目像一座座坟。他真正喜欢的是诗词，是绘画，是戏曲。他常常把《西厢记》藏在《论语》下面，趁叔父转身偷偷读。他还喜欢做风筝，他做的风筝样子新奇，飞得又高又远，南京城里没有哪个孩子不羡慕。他也爱跑去看戏班子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每次被抓回来都要罚跪，跪在祠堂里，跪在冷地上。他从来不改口，他说我改不了。与此同时，曹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。为了填补亏空，他们开始变卖古董，变卖田产。可亏空像无底洞，怎么填也填不满。府里的仆人开始偷东西，从前巴结曹家的亲戚渐渐不上门了。曹雪芹年纪虽小，却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看见叔父整夜叹气，看见祖母偷偷抹眼泪，看见母亲对着一箱旧衣发呆。他知道那个无忧无虑的天堂已经没了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躲进自己的小世界里，用几句诗，几笔画，把自己藏起来。当时他并不知道更大的灾难正在路上，那些灾难会一脚踹开大门，把他从云端踹进泥里。1727年腊月，一个深夜，一道密旨从紫禁城发出，快马加鞭，直奔南京。密旨只有一句话，将曹府家中的所有财物全部查封。12岁的曹雪芹在睡梦中被哭声惊醒，他推开房门，大厅里灯火通明，大人们围在一起，脸上写满绝望。没有人注意到他，他站在门边，像一根小小的柱子。接下来的故事有几分难过，不过你别怕，那是300年前的事了，早就过去了。我讲得慢一点，你要是听累了，随时可以闭上眼睛，就当听一个陌生人的旧事吧。天还没亮，
大批官兵围住了江宁织造府，铁蹄踏在石板路上，踏碎了清晨的寂静，也踏碎了曹雪芹最后的童年。府门被踹开，官兵一拥而入，他们拿着清单开始登记财物，桌椅被抬走，古董被装箱，字画被卷走，连厨房的锅碗瓢盆也一件不留。曹雪芹站在院子里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出生的地方变成一片狼藉。他最喜欢的那只蝴蝶风筝被一个官兵踩在脚下，咔嚓一声烂成一团。祖父珍藏的几十万卷藏书被胡乱堆上马车，有些散落在地，被来往的人马踩得粉碎。那一年，曹家几乎失去了一切。据当时的官方档案记载，曹家被抄没的房产有13处，共483间，田地8处，共1961亩，还有数不清的金银珠宝、绸缎布匹，全部冲入国库。曹府被革职，被关进大牢，后来又上了枷锁，在街上游街示众，长达1年多。你敢相信吗？那座接待过皇帝的府邸，一夜之间变成空宅，几百个奴仆四散而去，有人还顺手卷走了主家的细软。从前天天登门的亲戚朋友，如今躲得远远的，连门槛都不敢踩。曹雪芹的祖母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当场哭昏过去，醒来以后一病不起。雍正皇帝倒没有赶尽杀绝，他知道曹家的亏空大多花在接驾上，于是下了一道旨意，说曹家世代效力朝廷，留下一点房屋让他们度日。就这样，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的算市口分到17间半老屋，外加3对奴仆，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。1728年6月，13岁的曹雪芹跟着祖母和母亲离开南京，他们坐一辆破旧的马车，一路向北。从前出门是8抬大轿，前呼后拥，如今他们挤在一辆漏风的车里，啃着最难嚼的粗粮饼子，路上他们受尽白眼。从前人们见到曹家人恭恭敬敬，如今人们远远绕开，像看见瘟疫。从江南的水乡到北方的风沙，从锦衣玉食的公子到罪臣之后，这一切只用了半年。曹雪芹坐在马车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后退，秦淮河不见了，西园不见了，那些熟悉的脸也不见了。他终于明白，那些他以为理所当然的富贵，其实从来不属于他。荣华富贵像天上的云，看着美，风一吹就散了。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如今才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。马车走了1个多月，到了北京，他站在算市口的老宅前，看着灰蒙蒙的天，看着院子里疯长的草，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江南的那个春天再也回不去了。那个锦衣玉食的少年已经死在北上的路上。刚到北京那几年是曹家最苦的日子，17间半旧房，3对老仆，这就是全部家当。从前脚不沾地的曹雪芹，现在要学会挑水、劈柴、生火。他第一次知道，一碗白米饭来得那么不容易。第一个冬天，家里没有炭火，他裹着旧棉被，坐在窗前，看雪花一片一片落满屋檐。他想念南京的雨，想念西园的荷塘，想念那些回不去的日子。1735年，雍正皇帝驾崩，乾隆皇帝登基，新帝为了收服人心，大赦天下。曹府终于走出大牢，回到家里，曹家仿佛又看到了一丝光。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到18岁的曹雪芹身上。可罪臣之后，想翻身只有2条路，一条是科举，一条是进内务府当差。曹雪芹参加过科考吗？没有。抄家的经历早就断了他的科举之路，他只能走进内务府，做一个小小的笔帖式，每天抄抄写写，
整理文书，枯燥得让人发疯。案上的公文堆成山，纸页泛黄，墨味呛鼻。他坐在那里，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鸟。可曹雪芹天生受不了规矩，他爱喝酒，爱交朋友，爱谈诗论画，常常在当值的时候偷写诗句。喝多了还会说几句犯忌的话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得罪了上司。乾隆13年左右，他被罢职，丢了唯一一份差事。这件事让叔父曹府彻底绝望，他骂曹雪芹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一怒之下把曹雪芹关在家里，整整关了3年。3年里，曹雪芹不能出门，不能见朋友，每天对着四书五经发呆。可也正是这3年，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去回忆，去思考，去想那些繁华，那些崩塌，去想那些人和事为什么这样美，又为什么这样碎。他常常独坐窗前，想起南京的雨，想起祖父的书房，想起那只被踩烂的风筝。那些记忆像一把把刀，又像一颗颗种子，在他心里生根。放出来以后，曹雪芹彻底放弃了仕途。他搬进北京西单刑部街一间破房，后来又住进崇文门外的卧佛寺，靠卖字画为生，日子清苦，心里却松快了。也就是这时候，他认识了敦敏和敦诚两兄弟，他们是宗室子弟，看不惯官场虚伪，也爱诗词，也爱酒。3个人一见如故，常常喝酒、写诗、谈古论今。敦氏兄弟欣赏他的才华，也心疼他的遭遇，常常接济他，让他不至于饿肚子。在京城，曹雪芹看到了更多人，他出入戏园、茶馆、酒肆，看见王公贵族的骄奢，也看见底层百姓的苦，看见人心的善，也看见人心的恶。他终于明白，曹家的悲剧不是某一个人的错，是时代的悲剧，是一座大厦从根子里朽掉。他想把这一切写下来，他想写那些亲眼见过的繁花，也想写那些亲身熬过的寒夜。1744年，一个深夜，曹雪芹坐在一盏油灯前，铺开一张纸，他提笔又放下，窗外传来梆子声，3更了。他闭了闭眼，终于落笔，写下了《石头记》的第1行字。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他会用后半生的血泪来喂养这部书。他也不知道这部书会躲过火，躲过禁令，躲过漫长的黑暗，最后活到今天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让咱们歇一歇。你深呼一口气，再慢慢呼出去。如果眼皮已经发沉，就闭上眼睛。接下来的故事会更轻更慢，你跟着我的声音走就行。1751年，36岁的曹雪芹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搬到北京西郊的香山脚下，那里只有几间茅草屋，夏天漏雨，冬天透风，可房租便宜，附近有松树，有云，很安静，适合他写书。他没有想到，这10年会是他一生中最苦的10年，也是最辉煌的10年。西山的苦，比他想的还苦。家里连着几天揭不开锅，只能喝稀粥。孩子饿得直哭，他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转圈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没有钱买纸，他就把旧黄历拆了，翻过来在背面写字。写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就画画，画怪石，画山水，拿到集市上去卖，换来的钱买一点粮食，剩下的全买了酒。他的朋友敦诚写过一首诗形容他：满境蓬蒿老不华，举家十州酒长赊。横门僻巷愁金雨，废馆颓楼梦旧家。这就是曹雪芹最真实的日子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也从没停笔。他把所有精力都投进了《石头记》。他常常写到深夜，油灯的火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他的手指被墨汁染黑，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墨迹。有时候忽然来了灵感，哪怕是冬天，他也会披衣起床，一直写到天亮。他常常在山路上走来走去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对着树说话，突然大笑，又突然落泪。路过的村民以为他疯了，远远地绕开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个疯疯癫癫的男人正在造一座空前绝后的大厦。书里的每个人物、每个场景、每道菜、每件衣裳都来自他的童年，来自他刻进骨头里的记忆。在这段最苦的日子里，妻子一直陪着他，操持家务，照顾孩子，从没抱怨过一句。曹雪芹写得入迷，忘了吃饭，他就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。除了妻子，敦敏和敦诚是他的精神支柱。他们常常骑马从城里赶来，带着酒，带着粮，三个人坐在茅草屋里，就着几颗花生米，喝最便宜的烧酒，谈诗谈史，谈人间的荒诞。没有钱了，就摘几朵院子里的南瓜花当作下酒菜，喝到高兴放声大笑，喝到伤心抱头痛哭。也是在这时候，曹雪芹认识了邻居张一泉。张一泉也是落魄文人，两个人意气相投，常常结伴游西山，赋诗唱和。日子苦成这样，他却有了前所未有的自在。他在茅草屋里整整写了10年，10年里，他没享过一天福，受尽白眼，尝尽冷暖。可他从未放下笔，他一遍一遍地修改，增删5次，每一个字都泡着心血和泪水。1753年，《石头记》前80回，总算刊清成册。手抄本开始悄悄流传，第一个圈子里的人全被镇住了。人们从没读过这样的小说，他不写神仙鬼怪，不写英雄豪杰，只写一个大家族的日常。可那些日常写得那样真，那样细，细到让人透不过气。很快，抄本传到王府，王公贵族争相借阅，一本书往往10几个人轮流传看，书皮都翻烂了。有人专门抄书卖钱，一部完整的抄本能卖几十两银子，足够普通人家过一整年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康熙皇帝的曾孙永忠读完以后写了一首诗：传神文笔足千秋，不是情人不泪流，可恨同时不相识。几回严卷哭曹侯，连见惯兴衰的皇室后代都被这本书打动。名义、袁枚那些名动一时的文人也都给出极高评价。一夜之间，曹雪芹成了京城最神秘的人，所有人都在打听他。可他还住在西山的茅草屋里，过着清贫的日子。他不在乎那些虚名，他只在乎书稿。他也不知道一场风暴正朝着这部书压过来。也是在1753年一个傍晚，曹雪芹把看得整整齐齐的前80回交到脂砚斋手里。脂砚斋是谁？有人说是一位女子，是这世上最懂她的人。他拿起红笔，准备写下第一行批注：窗外的夕阳把2个人的影子投在破旧的土墙上。他一笔一笔圈出他的心事，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话，他替他写在了眉批上。1759年，两江总督尹继善听说了曹雪芹的才名，请他到南京做募兵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既有一份收入，又能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。44岁的曹雪芹踏上南京的土地，他站在江宁织造府的旧址前，愣住了。曾经雕梁画栋的府邸，如今成了别人的宅院；曾经开满鲜花的西园，如今长满了野草。他睡过的房间，他放过风筝的院子，他和祖父一起读书的书房，全都变了样。他在南京住了1年多，走遍大街小巷，拜访曹家旧人，
听他们讲祖父曹寅的风采，讲康熙皇帝接驾的盛况，这些故事他都写进了书里。他改了一遍稿子，人物更丰满了，情节更真实了。他以为日子总算有了起色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噩耗从北京传来。他的妻子，那个跟着他吃了一辈子苦的女人，因为常年劳累和营养不良，染上重病。曹雪芹连夜赶回北京，妻子已经奄奄一息。他拉着她的手，看着桌上的书稿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知道那是他的命。妻子走的那天，曹雪芹把自己关在屋里，3天3夜，没有哭，没有说话，他只是静静坐着，看着他用过的针线桑罗一动不动。后来在朋友撮合下，他娶了同样出身贫寒的许方清。许方清善良能干，照顾他的起居，也支持他写书。他的出现像灰暗的屋子里亮起一盏小灯，可这盏灯没有亮多久，更大的危机来了。乾隆朝的文字狱正到最凶的时候，有人因为一句诗被满门抄斩。《石头记》里写官场黑暗，写家族兴衰，在官府眼里，这就是大逆不道。更糟的是，曹雪芹最后一座靠山，表兄平郡王福鹏，也在那几年去世了。福鹏一死，再没人能护住他。1759年冬天，曹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，推开家门的一刻，他愣住了。屋里翻得乱七八糟，桌椅倒在地上，书稿散落一地，显然有人来搜过。他蹲下身，一张一张地捡冰冷的纸页，像刀子割着他的手指。后面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官府正式下了禁令，说石头忌讳淫秽道，蛊惑人心，严禁民间流传，查到抄本当众烧毁，收藏传抄的人一律重罚。一时间，京城人人自危，有人偷偷烧书，有人把抄本藏进墙缝，月经传得越快，白天不敢看，就晚上点着油灯看。可曹雪芹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。官府时常上门盘问，邻居怕受连累，离他远远的。从前追捧他的文人不敢给他写信。敦敏和敦诚的家境也大不如前，接济越来越少，他只能靠卖画为生。可他性子孤傲，不肯给权贵作画，只画怪石和山水，只卖给看得顺眼的人，所以画常常卖不出去。家里连着几天揭不开锅，妻子去挖野菜，孩子饿得面黄肌瘦，抱着他的腿哭。曹雪芹看着孩子，心里像刀剜，可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书。长期的贫苦、劳累、忧虑，把他的身体拖垮了。40多岁的人，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。他患上严重的肺病，常常咳得直不起腰，手帕上全是点点血迹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于是写得更疯，常常一写一整夜。就算穷成这样，他也没忘了帮人。他有个朋友叫于书度，因为残疾丢了生计，家里快饿死了。曹雪芹就教他做风筝，还花了几年时间编了一本《南况北渊考工志》，把各种风筝的做法、图样写得清清楚楚，好让残疾人、穷人靠手艺吃饭。他还懂医术，村里人没钱看病，他免费看，免费给药，有时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分给更穷的人。村里人都敬他，他们不知道这个疯疯癫癫的男人是个了不起的作家，他们只知道他是个善人。曹雪芹爱酒，卖画的钱除了买粮，全买了酒。他常一个人坐在山脚的小酒馆，喝得大醉。别人以为他借酒消愁，只有他自己明白，微醺的时候，他才能回到江南的梦里，回到那个春水荡漾的童年。他知道这本书会要他的命，
可他从来没有想过停笔，他要把所有的痛、所有的恨、所有的爱都写进去，他要在死之前把它写完。1762年秋天，北京爆发痘疹疫情，这病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，每天都有孩子死去。城外的乱葬岗堆满小小的棺材，药铺挤满了人，医生束手无策。曹雪芹吓得不敢让儿子出门，门窗紧闭，可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那天下午，儿子突然发高烧，曹雪芹解开孩子的衣服，胳膊上冒出一颗颗红疹，他的脑子嗡的一下，他太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接下来要讲的这段会有点难过，它已经过去200多年了，你可以闭上眼睛听，所有的悲伤都会过去的，就像冬天的雪，春天一到，总会化掉。曹雪芹抱着儿子跑遍京城所有药铺，求遍所有认识的医生，没有人能救。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庙里，跪在佛前，磕得头破血流。他说：“拿我的命换孩子的命吧。”没有用，儿子烧得越来越厉害，疹子越来越多，昏昏沉沉，偶尔醒来，虚弱地喊爹爹。曹雪芹和妻子守在床边，妻子的眼睛哭肿了，眼泪流干了，只剩嘶哑的哭声。曹雪芹一边咳血，一边给儿子擦身、喂药。他不敢合眼，怕眼睛一闭，孩子就没了。那段时间，他完全停笔，桌上的书稿落满了灰。他写过无数生离死别，写过乔姐出痘时王熙凤的惊惶，写过秦钟去世时贾宝玉的概括。可直到这一刻，他才明白什么叫撕心裂肺。那个写出中国最伟大悲剧的男人，此刻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一点点走向死亡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握着儿子渐渐冷去的小手，一遍一遍地喊他的名字。那一年的中秋，月亮很圆，圆得让人心碎。曹雪芹的儿子永远闭上了眼睛，孩子断气的那一刻，妻子当场昏了过去。曹雪芹站在床边，一动不动，没有哭，没有说话，就那么站着，站了整整一夜，直到天亮，他才弯下腰把儿子抱起来。他亲手做了一口小棺材，一个人扛着走到西山脚下，把儿子埋在一棵松树下。没有墓碑，没有仪式，他一个人站在坟前，从日出站到日落。从那以后，曹雪芹变了，不再讲话，不再笑，整天坐在儿子的坟前，一坐一整天，有时对着坟头讲书里的故事，有时把儿子玩过的风筝放上天，然后看着风筝越飞越远，泪流满面。他开始拼命喝酒，天天烂醉，有时喝醉了，倒在雪地里，任凭大雪把他埋住。村里人都说他疯了，只有妻子知道，他的心已经死了。敦敏和敦诚听说，骑马赶来，看到他的时候，两人都惊住了。短短几个月，他老得像70岁的人，头发全白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眼睛里没有光，像一口枯井。敦诚拉住他的手，放声大哭。他说：“雪芹，你不能这样下去，你还有书啊，你还有我们。”曹雪芹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说。儿子的死彻底击垮了他的身体，肺病越来越重，咳血越来越频，一口血能染红半张纸。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于是他又拿起了笔，他要在死之前把《红楼梦》写完。他把所有的痛，所有的绝望，所有的不甘都写进书里，他一遍遍修改，让书里的悲剧更深更冷。他写林黛玉的死，写贾府的败落，写所有美好的东西最终化为乌有，那都是他自己，他终究没有写完。那一年的除夕，北京城里
到处是鞭炮声，家家户户围着桌子吃团圆饭。西山脚下那间茅草屋里却死一样安静。曹雪芹躺在床上，气息微弱，妻子坐在床边，紧紧握着他的手。他看着桌上那堆未完成的书稿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窗外下起大雪，鹅毛一样的大雪覆盖了西山，也覆盖了远处的北京城。曹雪芹缓缓闭上了眼睛。这一年，他48岁。他死的时候，身边只有妻子一个人。他死的时候，家里买不起一口棺材。他死的时候，他用一生心血写成的《红楼梦》还没有写完。这段最难过的话讲完了，我们慢慢喘口气。你可以翻个身，把被子盖好。曹雪芹的一生满是遗憾，可他留下的故事却捂热了后来一代又一代人。我们接着讲，这些故事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曹雪芹死后，没有达官贵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没有文人雅士为他送行。朋友们因为路远，因为官府的禁令，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。几个好心的邻居凑了点钱，买了一口薄皮棺材，把他埋在西山脚下的一片荒地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墓志铭。直到今天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如果没有一个女人，《红楼梦》可能早就断了。这个女人就是脂砚斋。曹雪芹死后，他收下他全部书稿，忍着巨大的悲痛，继续为石头记做批注。他一遍一遍读那些熟悉的字，一遍一遍写下自己的感受。他的批注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书里重重叠叠的门，也留下了许多曹雪芹生平的线索。他像一个守夜人，用自己的一生护着这部用血泪写成的书。接下来的几十年，石头记一直以手抄本的方式在暗处流传，每一本抄本都被当作珍宝，人们偷偷传抄，偷偷阅读。很多人读完忍不住痛哭，他们在书里看见了自己，看见了命运。这部书早年还叫过风月宝鉴金陵12钗，每一个名字都像一扇门，通向同一个苍凉的故事。直到1791年，一个叫程伟元的书商花了10几年搜罗各种版本的手抄本，又请来文人高鹗整理并续写了后40回，然后用活字印刷出版了整整120回的《红楼梦》。这是这本书第一次正式问世。一夜之间，这部被禁了几十年的奇书传遍大江南北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在争着读。当时有句话流行，开坛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《红楼梦》的出版彻底改写了中国文学史，它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，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。他写的爱情、亲情、人性、兴衰，到今天依然打动每一个翻开他的人。曹雪芹的朋友们也用各自的方式怀念他。敦诚写下挽诗，牛鬼遗文碑李贺，路车合拱葬刘伶。他说，曹雪芹像李贺一样有天才，又像刘伶一样放达，可他的命比李贺更苦。张一泉含泪写下伤秦西居士，怀念那位一起游山的老友。许芳清，他的第2任妻子，在他死后一直守寡，靠给人帮佣为生，孤苦一生，却始终守着曹雪芹的遗物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很多人只知道他写了《红楼梦》，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。他写过一本《废艺斋集稿》，记录金石、编织、雕刻、风筝等8种手艺。写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，让残疾人和穷人能靠一技之长活下去。贵州的博物馆里还藏着一本种秦人曹瞻画册，被学界认为是曹雪芹唯一存世的书画真迹。200多年过去，《红楼梦》被译成几十种语言，
在全世界流传，红学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当然，关于这本书的争议到今天也没有停止，尤其是后40回，到底是不是曹雪芹的原意，这是红学史上最大的悬案。可不管怎样，正因为有了程伟元和高鹗，《红楼梦》才得以完整的活下来。1791年冬天，北京的街头寒风凛冽，程伟元抱着一摞刚印好的书站在街口，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，争相购买这本传说中的奇书，属于曹雪芹的传奇。从那时候起，才真正开始。1715年，江宁织造府张灯结彩，庆祝一个男婴满月，康熙皇帝亲自赐名，满朝文武前来道贺。这个一出生就站在山顶的孩子，是曹雪芹。1763年，北京西山的一间茅草屋里，48岁的曹雪芹孤独地死去，身边只有妻子一人，家里买不起棺材。有人问过同一个问题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能写出《红楼梦》里那些真实的奢华和那些刺骨的寒凉？答案就藏在他一生里。他写大观园里的锦衣玉食，写一道茄子要10几只鸡来配，写一场宴会要花几千两银子，他没有编，那都是他童年的日常。他写贾府被抄时的惨烈，写仆人四散，写亲戚避之不及，那些画面是他13岁那年亲眼所见。他写王熙凤的精明，也写她的贪婪，写林黛玉的敏感，也写她的尖刻，写薛宝钗的端庄，也写她的世故。因为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在江宁织造府，在京城的王府，在西山的茅草屋，他见过人性所有的明亮，也见过人性所有的黑暗。他写生离死别，写失去亲人的苦，因为他经历过父亲早逝，经历过妻子离世，经历过独子夭亡。他写好一似石尽鸟头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因为那白茫茫的雪地就是他自己的结局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他写了一个多曲折的爱情，而是因为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，写了一个依附皇权的家族如何从鼎盛走向覆灭，写了一个人无论多有钱多有权都逃不过命运。《红楼梦》的底子就是曹雪芹自己的一生，他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一切，然后在一夜之间全部失去。他从云端跌进泥里，尝尽了人间所有的苦，可也正是这些苦把他烧成了一块玉。他把所有的痛，所有的怒，所有的不甘，所有的希望都写进书里。他用了10年，增删5次，每个字都浸着血泪。他死的时候，书没有写完，可他的生命已经全部化在了书里。200多年过去了，那些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，那些权倾朝野的皇帝大臣都化作了尘土，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。可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却一直活着，他的名字刻在中国文学史最亮的位置。他的书被译成几十种语言，传到世界每个角落，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他的书里看见自己的人生，看见人性的幽微，看见命运的无常。今天我们翻开《红楼梦》，依然能看见那个站在江宁织造府里的7岁少年，穿着锦衣，在院子里放风筝，脸上是无忧无虑的笑。我们也能看见那个坐在西山茅屋里的48岁文人，头发花白，背倚微驼，就着一盏油灯，一笔一笔写着他的书。2个人的身影慢慢的重叠在一起，画成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也最悲伤的一道风景。好了，曹雪芹的故事讲完了，夜已经很深了，所有的喧嚣都远去了，你不用再想任何事，让思绪跟着窗外的风慢慢飘，放松你的眼皮，
放松你的呼吸，慢慢走进梦乡。晚安，祝你做个好梦。